Hello，大家好，我是车厘子，又是1个多月不见，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那最近你们看我的背景，应该可以看出来我已经搬家了。对，最近这1个月我都在搬家，然后也遇到了很多朋友和学生问我，你在大连住得很好呀，为什么你要搬家？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要来解释为什么我要搬家，以及为什么我要选择现在的城市。我会用我的故事教大家怎么样有逻辑的、很清楚的解释和回答为什么这样的话题。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那看过我很多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原来住在大连，而且我住了很多年，加上我的大学和我的研究生的7年，然后我又工作了1年，一共我在大连住了8年。那大连呢，是一座很漂亮的海边城市，它的环境不错，空气很好，气候也不错。生活节奏呢也不快不慢。我本来并没有打算离开大连，但是从今年的上半年开始，我开始有想去别的地方看看的这个想法。那我搬家的主要原因呢有2个，我怕我记不住，所以我写下来了。第一个原因是我在大连住了很多年，差不多从我大学开始，就住在大连，所以其实我是更希望去，看看新的城市，看看新的生活。特别是我是一个南方人啊，其实我是一个南方人，其实我对自己的地区的文化非常感兴趣。北方和南方，我们在吃东西、在语言、在生活方式上面都很不一样，所以如果我要一个人生活的话，我其实想住在南方的城市试试看。其实离开父母以后，我就没有真正的在南方的城市生活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想自己亲自去体验一下南方的生活。那第2个原因是，去年是我在大连的最后1年，到今年的上半年，其实到今年的7月是我在大连的最后的时间。那从去年开始，我在大连就遇到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总是一起做饭，一起出去玩，一起玩游戏，一起学习。虽然他们是学生，我是老师，但是我们的关系都特别好。那今年呢，他们都毕业了，所以我一个人留在大连会觉得有点孤单，所以去到很多地方也会想到我的好朋友们。所以我觉得可能大连那个城市的故事对我来说其实已经结束了，我的好朋友们都离开了，那可能也是我离开的时间了。其实离开大连以后呢，我并没有马上决定去住在哪一个城市，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哪个城市更适合我，所以我就每天都在网上找一找，看一看。那最后我就决定接下来的半年，我应该会住在现在的城市，也就是云南腾冲。那我选择云南腾冲其实是有4个原因啊，其实原因蛮多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是一个西南人。西南在中国的西南有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这4个地区，所以说在这4个地区呢，少数民族的文化非常丰富。
而我是这里的人，所以其实我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非常感兴趣。像在云南，这里就住着很多很多的民族，很多的少数民族，可能一个城市有10几个到20几个少数民族。比如说这里有傣族、白族、彝族、佤族，每个民族都有他们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节日，还有不同的美食，所以这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那第2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以前其实在南方的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住在上海。那段时间其实我的工作压力很大，而且上海的生活成本也很高。那相比之下呢，在南方的这些地区里面，云南的生活压力小得多，生活成本要低得多。生活成本就是你在生活里面必须花的钱是你的生活成本，比如说你要租房子的钱，你要交电话费的钱，你要上网的钱，你要用电用水，那买吃的东西，这些钱是你必须要花的钱，那这个就是你的生活成本。那相比上海，云南的生活成本真的是便宜的不得了，所以在这里呢，可能对我来说，生活压力会小的很多，而且也不用每天加班。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的工作也可以在网上做，所以既然都可以在网上工作，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压力小、便宜一点的城市呢？那第三个原因也对我来说也挺重要的。其实，住在中国一段时间的话，你会明白，在中国的南方其实是没有暖气的。冬天如果你觉得冷的话，你只能用电热炉或者是说空调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在南方，冬天挺难过的。冬天我觉得挺冷的。在大连的时候，冬天虽然冷，但是因为有暖气，所以我们在家里其实是很舒服的。可是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贵州，我冬天都非常不好过，每天早上起床都非常难，穿好了衣服就不愿意再脱下来，然后每天我只能待在那个电热炉的旁边。去上厕所我也觉得非常冷，去厨房做饭我也觉得非常冷，所以冬天非常不好过。但是呢，云南这边冬天它的平均温度是20多度左右，20多度，15度到20度，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云南的冬天是非常温暖的，在这里不需要空调，也不需要电热炉，只是需要多穿一件外套。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天气也非常吸引我。那最后一个原因呢，对我的父母也很重要，对我的家人也很重要，是因为云南离我家非常的近。跟大连相比的话，以前我从大连坐飞机回家，在飞机上的时间是6个小时，那加上我去机场和我爸妈去机场接我回家，可能回一趟家我要1整天的时间，可能10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左右。但是云南离我家非常近，所以说坐高铁，虽然要转一次高铁，但是高铁能到的地方都不太远，所以说对我父母很方便，对我也很方便。那我现在是住在云南的腾冲，腾冲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我曾经查过腾冲这个城市的人口，整个城市的人口比我贵阳我父母家小区的人口还要少，所以说这里的人口不多，但是自然环境很好。
在这里有山，我租了一个房子，一个可以看到山的房子，所以每天早上起来都可以看到远处的高山，也可以看到很多云、很多雾。然后这里呢，因为这里以前有火山，所以这里也有很多温泉。温泉就是从山里、从地下出来的很热的水，那就是温泉。而且这里也有很多小动物。我记得我住在大连的海边，或者住在上海，或者住在贵阳的时候呢，早上起来都很少听到有鸟叫的声音。但是现在我住的这个城市，每天早上都能听到鸟叫，所以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好听的声音。那这里的空气很新鲜，因为树多、森林多，所以空气也很新鲜。然后因为有火山土，所以这里的蔬菜也很新鲜，也很好吃。在这里植物长得非常快，所以这里总是会有新鲜的蔬菜水果。而且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咖啡，在这里是中国最早种植咖啡豆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咖啡非常便宜。我不知道它的质量跟别的地方比怎么样，但是它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所以我觉得我很满意。还有一点就是在这里，因为少数民族很多，所以少数民族的文化还有节日都很丰富。比如说这2天，在我旁边的城市，他们就在过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雨季的结束，所以在那个城市，少数民族的人们会穿着他们那些5颜6色的衣服，然后在大街上跳舞、吃东西，大家一起聊天，然后也不用去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文化，特别有意思。不过到现在为止呢，我也觉得，目前我的生活有一点点小小的缺点，就是说，比如说，因为这里城市很小，所以，可能年轻人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还没有在这里交到新的朋友啊，所以我的社交生活可能还没有在这里开始。我现在只在这里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活。或者是说会去运动一下，但是社交生活还没有开始。那另外呢，因为这个城市它没有机场，或者是说这个城市的机场不经常使用，所以说如果我要坐飞机，我需要到隔壁的城市去坐飞机或者高铁，也因为这样快递比较慢，所以现在我就比较少在网上买东西了。可以在这个城市买的东西，那我就在这个城市买了。所以说，总的来说，这次的搬家也让我更了解我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其实现在我遇到很多朋友，我发现，每个人喜欢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更喜欢住在城市的中心，他们非常享受很多的社交生活，也非常享受那个生活的便利方便。可是有的人就是喜欢住在人少的地方，自然多一点，安静一点，舒服一点。所以说我可能更倾向于住在人少、安静的地方吧。好了，我的故事说完了，大家听懂了吗？有没有听出来我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用了什么样的顺序？那在故事的开始呢，我先说了背景，这个搬家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我又说了原因，
我为什么要选择搬家的2个原因，以及为什么我选择住在云南的4个原因。在说这些原因里面呢，我也对比了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然后呢，我介绍了一下我现在搬家到新的城市，我的现在的情况，也就是我搬家的结果怎么样。我觉得很享受，我觉得很舒服，我发现我自己喜欢这样的新的生活方式。最后我就跟大家总结了一下，这次的搬家让我更了解我自己，让我发现我自己更适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那这就是我的一个叙述结构，从背景到原因，在原因里面我用了对比的办法，然后我说了结果，最后我总结了这个事情带给我的影响。那这个就是我叙述的故事的顺序。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呢，我发现对于水平比较高的学生来说，他们的问题就不是说词语或者语法的问题了，大部分学生的问题是他们的说话的方式，他们的叙述的风格，跟中文的习惯不太一样。那不仅你的词语要对，不仅你的语法要对，更重要的是你可能需要用中国人的说话逻辑、说话方式来说话。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写一篇文章。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怎么样去叙述一个事情，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顺序？应该先说原因，还是先说结果？应该先说现象，还是先说这个现象背后的背景？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学校学习语文课的时候要学习的内容。那因为这样，所以如果你用我们学过的这些结构或者逻辑或者说话方式来说一件事情，那可能会帮助你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那这样的结构呢，也适合大家在大学里面做 presentation， 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做演讲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这样的结构。那我会把这期视频的一些练习材料放在我的 Patreon 上面。如果大家想要练习一下自己的说话逻辑，自己的说中文的风格，那大家可以在我的 Patreon 上面下载这个练习，然后练习一下你的说话逻辑。当然，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给我 email 或者在视频里面留言，让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等一下，来跟大家说拜拜啦，拜拜，我们下次见，拜拜。